大家好，我係徐立業，歡迎嚟到跨時博弈。你係咪都覺得美國終於醒覺啦？見到華府無論邊個做總統都大灑金錢搞晶片法，又軟硬兼施要台積電去亞利桑那州設廠，就好似美國嘅半導體霸權終於可以穩操勝券啦。市場上大部分嘅睇法都係咁，覺得華府意識到有90%嘅先進晶片要依賴海外，已經係國家安全問題，所以而家出手係唯一正確嘅路。但如果我同你講呢場睇落轟轟烈烈嘅晶片復興運動骨子裏，其實只係一場用納稅人嘅錢去為一個幾十年前就注定咗嘅商業失敗進行一場代價極高嘅續命手術呢，呢個就係市場共識睇漏眼嘅地方，一個巨大嘅盲點。等我俾個數字你睇，你就知道個裂痕有幾大。英特爾 Intel 嘅晶圓代工業務喺2024年虧損咗足足134億美元，但係過去10年佢哋用嚟做股票回購嘅錢有幾多？係1520億美元，你冇聽錯，係1520億美元啊！非常諷刺咁，呢個數字同台積電已經公布會喺美國投資嘅總金額幾乎一模一樣。一個用錢去堆高股價，一個用錢去累積真正嘅實力，結果係咩？台積電今日嘅產能係英特爾嘅26倍，你話呢個差距又點追？呢個就係問題嘅核心。美國今日嘅困境唔係運氣唔好，而係一個幾十年劣幣驅逐良幣嘅必然結果。當台積電嘅張忠謀喺80年代提出純代工模式，然後好似苦行僧咁專注喺製程上面，利用萊特定律，即係產量每翻1倍，成本就降低一個固定比例，去建立佢嘅護城河嘅時候，美國嘅科技巨頭包括英特爾喺度做緊咩？佢哋忙緊搞財務工程，滿足華爾街對季度盈利嘅苛索。結果英特爾完美錯過咗 EUV 光刻機呢個世代嘅技術變革，俾台積電拋離咗足足一個身位。今日佢哋嘅問題已經唔單止係技術落後，而係結構性嘅癌症，內部管理混亂，3年換4個領導。但係最致命嘅係佢設計同代工兩盤生意之間嘅根本利益衝突。你試諗下，如果你係輝達 NVIDIA， 你會唔會將你最核心、最機密嘅晶片設計圖交俾你最大嘅競爭對手去生產？呢個就好似叫可口可樂揾百事可樂去幫佢代工生產原漿一樣，你信得過對方唔會偷睇你張配方咩？所以華府所謂嘅解決方案其實充滿咗尷尬同無奈，叫台積電去美國設廠，嗰個亞利桑那州工廠每年區60萬片產能，對比台積1600萬片嘅總產能，根本係杯水車薪，更似係一個安撫選民嘅政治安慰劑。咁剩翻嘅路就只有一條，壓住喺英特爾呢個扶不起嘅阿斗身上。美國政府嘅晶片法實際上就係將納稅人嘅錢直接泵入英特爾呢個病人嘅血管度。所謂嘅補貼本質上就係用國家信譽去為一間公司嘅商業失敗兜底。呢個已經唔係自由市場，而係國家指令式嘅豪賭。政府甚至要扮演說客，去鼓勵蘋果、微軟呢啲公司同英特爾簽訂照付不議 take or pay 嘅合約，保證佢有生意做，嘗試去改善佢極之惡劣嘅良率同利潤。呢場以英特爾為核心嘅美國晶片復興運動，正正係對美國一直吹捧嘅自由市場教條一個最大嘅諷刺。佢嘅成功唔再取決於市場競爭，而係取決於華府嘅政治意志同埋對短期虧損嘅無限容忍。所以你要諗清楚嘅問題係，你今日睇緊嘅呢一場戲，究竟係一場深謀遠慮為國家未來嘅戰略轉向，定係一場用天文數字嘅金錢去為過去幾十年嘅傲慢同短視埋單，最終只會飲鴆止渴嘅世紀豪賭。呢場賭局嘅結果將會重新定義未來10年全球科技權力嘅版圖，亦會直接決定你投入喺科技股裏面嘅每一蚊，究竟係投資緊未來，定係被鎖死喺一個過去嘅亡民身上。如果你對呢啲晶片戰爭嘅內容有興趣，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仲要撳埋個鐘仔。若果想進一步知道更多我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 Patreon 會員，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